15世纪，罗马帝国正盛，这主要归功于帝国皇帝。没有像维乌斯一样忠诚的士兵们，这种成功不可能发生。8年前，18岁的维乌斯成为罗马军团的一名士兵。作为一个贫穷农夫的孩子，并没有什么前程。不像很多其他的士兵，他不赌博，所以他存下了他的薪水，甚至存下了他的入伍费。那是在他入伍时收到的3个金币。如果他能活到他退伍，他将能收到一些土地。他会喜欢上一个家乡的女孩，一个他想要娶回家的人，但是他必须等到完成25年的服役之后才可能。军队的生活是危险且疲惫的。今天，维乌斯的军团和其他3个团进行了3万罗马步的宏大行军仪式，约36千米。维乌斯的盔甲和武器包括他的短剑、长形盾、2个短矛，重20多千克。这还不包括他的背包或行军包裹，里面装满了食物和他需要的扎营工具：铲子、锯子、十字镐和篮子。虽然维乌斯很累，今晚他还是无法睡得很好。他负责第1轮望风，他要注意随行的动物，警觉潜在的埋伏。之后他躺着但无法入眠，思索着明天，回忆起他最坏的噩梦。黎明时，维乌斯和他的7个同帐篷的士兵吃早饭，他们就像是一家人，身上有着一起战斗的疤痕。维乌斯来自意大利，但他的同伴们来自帝国各地，从叙利亚到西班牙。他们都远离家乡，在北日耳曼服役。维乌斯的军团和其他3个军团服从于皇帝台比留的外甥格马尼库斯的命令，他肩负着父亲的英名，对抗日耳曼部落。每个军团有近5000人，被分成500人的队列，又被分成80至100人的百人团。每个百人团有一个百夫长，每个鹰旗长带领一个军团，手持鹰旗。百夫长在军团旁游行 ，Dex Sin Dex Sin， 右左右左，从右脚开始，因为左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。尽管有严格的纪律，气氛还是很紧张。去年区域内的一些军团起义，要求更好的待遇和减少服役时长。将军用他的人格魅力和谈判技巧阻止了大规模暴动。今天是只有行军仅30千米，因为日耳曼沼泽和森林穿过帝国的道路系统，士兵们必须建筑堤道和桥梁来通过。有时候他们会花费比战斗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些。最后他们到达目的地，维乌斯对这了如指掌。这里是顿堡森林郊区。6年前，奥古斯都皇帝统治着这里。日耳曼部落在酋长阿米纽斯带领下，埋伏并摧毁了3个罗马军团。沿着狭窄的道路前进，军团在暴雨中受到袭击，退路被截断。这是罗马人经历过的最惨的失败之一，也是奥古斯都皇帝一生的耻辱。维乌斯是少数的幸存者之一。维乌斯至今还会梦到他死去的同伴们躺在那里。但是现在军队回到了这里，埋葬这些献身的战士。当他埋葬他们时，他忍不住想，这些骨头是否属于他认识的人？多少次他想要落泪，但他忍住了，继续完成任务。让帝国的荣耀去见鬼吧！他想要的不过是和他未来的妻子退休到一个小农场。如果上帝让他活过这17年，如果上帝可以让他活过这17年，确保您订阅了这个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学习新鲜玩意的机会。